没有数值，全是机制，你的维克多玩对了吗？维克多这张卡的功能性不用过多介绍，被动攻击自带范围性的护甲击碎、魔抗击碎，附带真实伤害。主动技能全场2秒的终极控制，附带1%最大生命值伤害。这种完美的技能组合，在 S8 赛季的怪兽莫甘娜身上已经展示过一次，满满的含金量。即使不看维克托数值，你也感受到了这张卡只需要一个鬼书或者红 buff 补其重伤属性，就是完美的功能卡。不聊数值，只看维克托机制。维克托的被动技能攻击被替换为死亡射线，在2格长的直线上造成伤害，2格是点与点之间的连线距离，只要敌人站位集中就可以命中3个。也就是说，维克托的被动攻击配合密因黎明，每次攻击可以眩晕2到3个人。密因黎明的锁攻速效果对维克托来说影响不大。维克托的主动技能召唤一团混沌风暴，将全体敌人击飞空中2秒。虽然是击飞，但它可以触发世界专注，全场每个敌人都会受到30%最大生命值伤害。仅凭这些机制，维克托就已经能站住神中神的地位了。维克托在功能卡的定位上，出装思路只要考虑红 buff、鬼书、偷偷手套3选1，奥恩神器选择功能性神器，鬼术师之境、密银黎明、世界专注。澳门公开赛第1天的512人大混战，大家对维克托的理解基本如此，都是纯工具人属性。维克托有没有输出潜力呢？如果维克托是一张5费卡，有这么多的功能性，设计师一定会把数值给得很低，但是6费卡的设计又不能把数值压得特别低，这就让很多玩家琢磨，是装备做的不对，还是维克托数值本来就不够呢？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维克托神奇的数值系统了。维克托固定攻速是每秒0.555次攻击，所有的额外攻击力、攻击速度和法力值都将转换为法术强度，比例系数1:1。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物理装备、法师装备能通用而已，即使数值转换，差距能有多大呢？我们下一步要讨论是死亡之刃厉害还是帽子厉害吗？不，云顶的普通装备属性已经很接近平衡状态了。跳出比大小的思维逻辑，有没有全都要的方案？当然有，设计师当初为了通用性，给青龙刀、蓝 buff 这些装备添加了等价的法强攻击力，而云顶又没有很绝对的无法双修英雄，即使装备属性多给一点，也不影响英雄之间的平衡。但现在对于维克托来说，这些属性全都能利用。巨人杀手25%攻击力、25法强；正义之手30%攻击力、30法强。这2件装备对于维克托绝对算超模装备。维克托一共就3个城区：法强区、暴击区、增伤区。如果只堆高法强，无视暴击收益，一定是不划算的。而且维克托的真实伤害、1%最大生命值伤害都不受法强加成，但是可以和暴击增伤互动。维克托缺的是什么？技能暴击词条，不然维克托的被动攻击没有办法造成暴击。输出维克托的第2件装备要考虑的是无尽或者法爆，数值上这俩完全相等，2选1即可。维克托还有一件好装备，你肯定也猜到了，就是破防者，30法强，20%暴击率，25%浮动增伤，暴击区加增伤区的完美好装备。而且维克托很容易触发破防者。综合一下我们讨论，对于玩输出维克托的玩家来说，装备选择非常有限。出装思路就是法强区加暴击区加增伤区，无尽法爆2选1，巨杀、正义、破防3选2。这里我们看一下1星维克托的输出水平，计算条件按照被动每次打2个敌人，主动技能打7个敌人来计算，巨杀按照15%增伤，破防按照20%增伤计算。我们跑3组数据，红色曲线是巨杀加无尽加破防，黄色曲线是正义加无尽加破防，白色曲线是红 buff 加法爆加帽子。红色和黄色比较接近，20秒能打伤害7500左右，勉勉强强在完美神装的角度上能打出 C 位的输出强度。至于白色曲线明显掉队，正常装备玩维克托不如不做装备单挂，性价比会更高一些。这说明维克托的本身数值就是比较低，输出维克托成型比较苛刻。如果你不拿超模装备，就不如当做功能卡挂件。这也意味着输出型的奥恩神器维克托基本都不喜欢。想要追求数值，请直接考虑光明装备。这期视频制作难度比较大，让各位久等了。希望大家点个关注，关注云顶风向标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